不错，夺回襄阳6郡，是有利我大宋巩固河山。但是你们想一想，万一兵败，惹恼了金人，难道又要再一次让朕到海上去生活吗？皇上，襄阳乃在上游，金代无属。朝廷若得志，则进可以对付盗贼，退可以保全宋境。只是目前这几个地方都在贼寇的手中，皇上还是将其拿下为好。皇上，扳指为上。好吧，朕就赌一赌，这次大宋的气运如何，就看这一仗。但是到底派谁去领兵呢？两位卿家，你们觉得韩世忠如何？韩帅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，现在让他带兵恐怕不太合适吧。之前岳飞已有准备，不如就让岳飞北上。皇上，赵鼎大人曾经对微臣说过，他说：“知上流厉害者，没有人比岳飞强。”由此可见，让岳飞去收复6郡，应该是众望所归。秦桧啊，朕口谕，你来执笔。遵旨。其一，金柴岳飞兼制至荆南鄂越，荆南镇抚使司军马该由岳飞节制。两位卿家，看看这道旨意还有何不妥之处吗？皇上此旨，隆恩浩荡啊！岳飞若不从旨，那可是3尊菩萨2炷香，哼，往后没他的份儿了。皇上此道谕旨，真可谓千金万宝。若是稍作推敲，便可成为绝世之章啊！哦，怎么个绝世之章啊？说来听听。皇上，为了确立岳家军投入此番战事的崇高权威，臣以为可在盖由岳飞节制的后面，再加上使唤2字，这样一来，则可树立岳家军无以伦比之强势。丞相，我觉得使唤2字啊，在这个地方是不能用的。岳家军的强势是众所周知啊，在这个地方用这2个字，会不会有点画蛇添足呢？大凡作战之道，未战之时养的是才，将要打了，养的是力；开打了，养的是气。以使唤之权给岳家军，这样就是给那些临阵的将士盛养其气。秦相国所言极是啊。尚可。秦爱卿，你说下去。皇上旨曰：今差岳部军马于麦熟之前错置收复上述州郡，不得有误，违者严惩不贷。皇上，岳家军立军之根本，便是攻必克，战必胜。可是现在该部还没有攻，还没有战，皇上就先以这严惩不贷4个字为之警告，那就是说，
还未养其气而先杀其威呀。岳飞面对这2句话，肯定会觉得，他与朝廷之间，才真正如皇上所说，井蛙不足于海，夏虫不足于冰，书生不足与权宜之辩呢。有理有理，这叫大兵未动，棒喝当头。难怪他一首《小重山》写什么要把心事付给瑶琴，什么知音少，弦断没人听呢。好吧，朕既然已经让步，那就让到底，把最后一句删掉。皇上英明，皇上英明。朕一直以为秦爱卿与岳飞之间颇有嫌隙啊，怎么今天处处为岳飞争上风啊？弄得朕还以为秦爱卿得了岳飞什么好处。皇上，上书曰：“人之有计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厌胜，其心好之。”那就是说，岳飞他富有上将之才，便如同我秦桧身上也富有此才而庆幸鼓舞。岳飞为人处事有超凡入圣之作为，那我秦桧也应该好心好意为他设想。岳飞有上将之才，秦大人就有伯乐之志啊！不敢不敢，皇上才是群臣的伯乐。各位将士，襄阳6郡地势险要，围棋表面上是大旗，实则是大金。我们要把6郡收回，才能有效地拦截金人南下。天下太平是我们大家的希望，也是千千万万大宋老百姓的希望。这个希望就要靠大家来完成。发兵襄阳，收复失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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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在外一定要多加注意啊！哎，来，娘，孩儿走后，保重啊！别老保重身体。你放心去吧。孝啊，照顾好娘。我会的。娘，孩儿走了。好。爹，回来教我练拳。你在家好好的听娘的话，记住了吗？嗯。告辞。哎呀，要多保重啊！保重啊！保重啊！多保重啊！一定要平安回来。我和孩子们等着你。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。都打起精神来，跟上！老娘，哎呦，贵娘啊！哎，我问你啊，
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？哎呀，姑奶奶，哎，我老牛什么为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啊，记住啊！你要是不信，我现在就把信给抛出来，让你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走了，若是有人欺负我怎么办？哎呦，得了吧，这谁敢欺负你呀？你不欺负别人，那就算烧高香了。老牛！哎，放心，没人敢欺负你，啊。等着我回来啊！此次攻打，朝廷特下诏书，强调只准我兵收6郡，不得越界再战。是啊，配给的粮草也非常有限，似乎朝廷并不赞成我们去攻打6郡呢。此刻我们已经是箭在弦上，不管朝廷怎么说，都要把6郡拿下。哎，照我老牛的想法啊，就应该尽快动手。这一旦拖得太久了，粮草可就越来越少了。不是拖不拖的问题，想要打胜仗，就要好好部署。昨日我派了太白军前去打探，此刻应该就要回来了。6郡里头，襄阳一定是首要，这毋庸置疑。但颍州的守将金超是伪齐的大将，据说功夫也很了得呀。越是在粮草紧张的时候攻打6郡，就越需要十分谨慎。所以我才要太白军探些详细的情报回来，待他们取回了6郡的军事分布，我们就可以定下攻打的日子了。岳帅，各位将军，前日我等奉令前去伪齐查探，现有军情回报。大帅，在下负责查探随州城，地处伪齐南端，是颍州之后第2个重城，兵力1万，但因为常年有颍州在前头遮挡，少有战士，士兵经验不足，守将生性粗鄙，个性莽撞，不习用兵之法。王贵听令，大哥。你带兵攻随州，带5000人马即可。到城下之后，引他出城，直接砍杀守城大将。得令。大帅，在下负责查探的邓州位处东南，此次听说岳家军要攻打6郡，大金派兵支援，伪齐已将部分金人的兵力排在了邓州。杨再兴听令。大哥。杨再兴，你带1万人马去攻邓州。此地虽有重兵，但距离其他几处城池都较为遥远，信息不畅，可一夜攻之。好。岳帅，在下负责打探的是襄阳，正是伪齐刘裕的老巢所在。此地在防御方面虽无天险可守，但有其他5郡在前方遮挡，加之有金人重兵据守，可谓易守难攻。另外，颍州与襄阳互为犄角。颍州的守将金超，人送绰号“万人敌”，在战场上为刘裕立下了赫赫战功，此人切不可小觑。牛皋听令，在。你带兵1万，在襄阳城外驻扎，打完颍州之后，我与你在襄阳会合。
哎，大哥，为什么只让我守不让我攻啊？军机不可泄露，听我的话便是。哦，哎，回来啊！你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我让你1个月闻不见肉味。哎呀，哎，大哥，听，我这就去。张宪听令，在。你和岳云主攻颍州，咱们会会这万人敌京超。得令，对。收六郡，杀京超！收六郡，杀京超！将士们，跟我杀贼，杀不杀？杀！京超！兄弟们，你们上阵杀敌的机会来了！夺颍州，杀京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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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说你经超人称万人敌，交手之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是个将才，若能弃暗投明，为朝廷效力，本帅就法外施恩，饶你不死。饶我不死！老子需要你饶我不死吗？你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还望三思。好男儿应该战死沙场，建功立业。我岂能为了活命，苟且偷生？呀！将军，天亡我大齐！话说岳家军奉命收复襄阳6郡，经过2个月的奋勇厮杀，先后拿下了邓州、随州、颍州等地，随后带人马杀奔襄阳府。这襄阳府乃是伪齐的大本营。伪皇帝刘裕一听就吓坏。是啊，岳家军英勇无比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京超军队1天就全军覆没，他打都没敢打，仓皇逃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次战斗中，岳家军里涌现一名小将，谁呀？他就是元帅岳飞岳鹏举之子小将岳云。您别看岳云年纪不大，今年才有16岁，胯下马，掌中一对大锤，勇冠3军，是力大无穷啊！攻关得寨，捷足先登，论他的勇猛劲儿，不次于他的老子，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兄弟们，好久没这么痛快。兄弟们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全靠诸位同心协力。我以茶代酒，敬各位一杯。好！吃啊吃啊！来，走，王子说，来，到场，来，兄弟们，听我说，当初咱们打襄阳的时候，
还以为刘裕的城池是铁打的，没想到被咱们一脚就给踏破了。兄弟们，这次功劳最大的当属岳云，他们上阵父子兵，把这个金超打得一个落花流水啊！对，金超螳臂当车，那得问问小爷手里的双锤答不答应？对，啊，爹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要是您能早点带我出来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就能跟几位叔叔们一样，都是大将军了。对，好小子。来，喝酒啊！都到我道上。大哥，年轻人立了头功，一时口无择言，你就别怪罪他啊！是啊，大哥。来，兄弟们，羊腿来了，我来给大家分啊！来，王冠，这个羊腿啊，应该是大哥分。大哥，谁的功劳最大，给谁多吃点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好，那就由大哥分。好，我来分。大哥分。杨毛子，你叶公邓州，功劳最大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大哥。刘半，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个大的。谢谢大哥。王贵，大哥，攻随州，你大功一件，给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张宪，攻入颍州，大功一件，你一个。谢谢大哥。诸位将士们听着，这次攻城，每一位将士的功劳，我都会如实的上报朝廷，到时候奖赏大家都有份儿。兄弟们，干一把！哎呀，这羊腿好香啊！来，吃啊！多吃点啊！大哥，你看小银子呢？捷报！800里捷报！800里捷报！800里捷报！捷报！万岁！800里捷报！哦，又有捷报传来。是。念。7月23日，岳家军顺利收复襄阳，至此6郡之役大获全胜。好啊！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哎呀，8年呀，8年来头一次啊！皇上原本预计，岳家军完成6郡之役需半年之久，时下岳家军仅以78天，便将6郡收复了，其士气之盛，行动之快，实在出人意料。从此，我军得以控扼长江上游，东可进援淮西，西可连接川陕，南可屏蔽湖广，北可突覆中原。所谓一军深入，万夫莫敌呀！是啊，这次顺利平定襄阳，岳飞确实功不可没。朕以前只知道岳飞行军布阵，纪律严明，今天朕才真正体会到岳家军闯关破敌竟如此神勇。皇上，之前有句老话叫做“重赏之下必有勇夫”，可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改一改了。
微臣知道之前攻打隋城，岳家军的好多兄弟因为吃不饱肚子，都逃跑了。在战场上，他们得不到奖赏，反倒吃不饱肚子，还要拼死拼活地为皇上夺回6郡。今天这词就应该改成是“大义当前，必有勇夫”啊！如果真如张将军所说的，这责任应该是你赵鼎的了。不错，朕发下的粮饷不多，可这次发下的粮秣应该是绰绰有余啊。皇上，这确实是微臣之过，微臣之过。岳家军行动如电，粮秣运输追捕不上，沿途又屡遭流寇抢劫，确实损失不小。微臣已经责成相关诸司大力改进，务使做到军中无饿殍，库中无存粮。皇上，待岳飞还朝，应该风风光光的办一场庆功宴，好好犒赏诸将啊！秦大人，那是一定的。诸位，通通有份。谢皇上恩典。哎，刘裕又向我们告急求援。各位书王有什么主意？我们该不该发兵去救？先帝立刘裕，原本是想让他保境开疆，让我们大金休养生息。如果刘裕没了，中原那么大的地盘很难统治。大宋夺下6郡，就像一只脚踩进了我们帐内。他们想进则进，想退则退。咱们在这里吃饭喝酒，还能安心吗？你的意思呢？平日里都是老大老四在领兵，这打还是不打，当然要看老大的意思了。大将军，你有什么主意？不救。战韩，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！平日里你不是成天喊着打呀打的，怎么今日不打了呢？当初我就说不要立刘裕。不听。刘裕是什么东西？刘裕就是我们养的一条狗，放狗出去咬不了人，反倒要我们去救，这什么道理啊？荒唐！老大，咱们养的狗在外面被人打了，咱们帮他一把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大将军，我觉得四太子说的有道理。道理？狗屁道理！要打你去打，反正我不去。哼！这个詹韩也太过分了，眼里还有没有皇上？官人，今天上朝怎么样啊？岳飞收复了襄阳6郡，皇上龙心大悦，准备封赏于他。啊？这么快啊？那我们怎么跟金人交代呀？哎呀，你还吃？金人要是败了，消息一旦走露出去，我看你以后还吃什么？咱们连人头都难保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想吗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现在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的。那也得说呀。兵法有云：其疾如风，其虚如林。若时机未到，则不动如山。那什么时候到？哦，对了，希儿今天来看你，你没在。他不是在淮西吗？来干嘛？他父母都病死了，他不来找你这个义父，找谁呀？你给他安排一下，他现在可是一身的好武艺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给你倒杯水。皇上，喝水。皇上，你以后少喝一点酒。朕自从海上回来以后，沾一点酒，骑会儿马，腹内就翻江倒海的。幸好现在是太平盛世，皇上无需在漂泊海上颠沛流离。明日臣妾让太医配几个方子，皇上只需要好好注意调养，便无大碍。朕呐，是个不幸的皇帝。继位以来，风雨飘摇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朕又是个幸运的皇帝，有岳飞、韩世忠、秦桧这样的文武大臣来辅佐朕。这次能够轻取襄阳，可是立国8年来头一次收复这么大一片失地。你说，朕怎能不高兴，怎能不喝多啊？六郡回归，确实人心沸腾。后宫的嫔妃们听说了，都替皇上高兴呢，一个个开心的像过年一样。朕担心，这最光彩的时候，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啊！皇上这句话，臣妾可就不懂了。是岳飞，朕担心他一下子冲昏了头脑，便趁势挥师北上，把夺六郡变成夺燕云、夺盛京。你知道吗？夺六郡对付的是伪齐与流寇，而夺燕云和盛京，那要对付的可是金人的铁浮屠啊！皇上是担心金人会发兵？朕担心的是伪齐和金人联手，那样可就完了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风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无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复鸣炮，壮志酬。浪烟起，谁敢解我刀剑问
沧桑。胡马闯，誓要当今滔天卓朗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被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山，何方中